家人们，先把你手里的焦虑暂停一下。是不是每天都在胡思乱想？领导今天没回复消息，是不是我做错事了？朋友圈没给我点赞，是不是不喜欢我了？为还没发生的事失眠，为已经过去的事纠结。停，别内耗了，赶紧点击订阅，再把视频分享给正在 emo 的朋友。今天咱们就解锁庄子2000年前的精神稳定密码，专治各种内耗。说真的，现在的人也太容易精神内耗了吧？上班时被同事的一句话膈应一整天，下班了还在反复琢磨他是不是针对我，做个决定纠结到脱发，选怕后悔，选 B 怕错过，刷到别人的光鲜生活就开始自我否定，为啥我过得这么差？家人们，这哪是过日子啊，这分明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历？发个朋友圈反复编辑半小时，生怕别人觉得自己矫情，开会时没敢发言，散会后懊恼刚才那句话我应该那么说，甚至别人随口一提的建议都能在心里翻来覆去想一周。评论区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也这么内耗体质？中枪的赶紧扣个1，让我看看谁和我一样曾被精神内耗逼疯。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，庄子就看透了我们现在的烦恼。他老人家早就说过，举世誉之而不加劝，举世非之而不加沮，翻译过来就是全世界都夸你，你别飘；全世界都骂你，你别崩。这简直就是精神内耗的特效药啊！就像庄子笔下的宋荣子，别人说他好，他不沾沾自喜；别人说他差，他不郁郁寡欢，因为他心里有杆自己的秤，不会被别人的评价牵着鼻子走。而我们呢，恰恰相反，别人的一句夸奖就飘到天上去，别人的一句批评就跌到谷底里，情绪全被外界操控，能不内耗吗？今天我就给你们扒一扒庄子的3个情绪稳定大招，帮你彻底摆脱精神内耗，活出强大内核。第一个大招，物物而不物于物，别让外物绑架你的情绪。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，其实特好懂。你可以用东西，但别被东西控制；你可以在乎人，但别被别人的态度左右。现在的人内耗，大多是因为太在乎外物了，在乎别人的眼光，所以不敢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；在乎别人的评价，所以不敢做自己想做的事；在乎名利得失，所以一点小事就焦虑失眠。家人们，你是为自己活，不是为别人活啊！庄子曾经讲过一个故事，有个人得到了一块珍贵的宝玉，整天吓得睡不着觉，生怕被人偷走，最后因为这块宝玉愁出了病。其实宝玉本来是用来让人开心的，结果反而成了折磨自己的枷锁。这就像我们手里的手机，身上的标签，别人的看法，本来是服务于我们的，结果我们却成了他们的奴隶。所以啊，别再让外物牵着你的情绪走了。别人喜欢不喜欢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名利得失也都是过眼云烟。你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舒服就好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开心就好。当你学会物而不物于物，就会发现精神内耗瞬间少了一大半。觉得我说的对的，赶紧点个赞，分享给你那个太在乎别人看法的朋友。第二个大招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接纳无常，心态才稳。这里说的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和范仲淹说的是一个道理，而庄子早就用更通俗的方式讲透了。他说，人生天地之间，若白驹之过隙，忽然而已，人生短短几十年，就像白马跑过缝隙，一晃就没了。那些让你内耗的事，10年后回头看，根本不值一提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精神内耗的根源其实是执着于完美，执着于事情必须按计划进行，一旦出错就崩溃；执着于别人必须对自己好，一旦失望就难过；执着于自己必须优秀，
一旦受挫就自我否定。可现实是，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完美的。庄子最喜欢讲顺其自然，就像四季更替，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都是自然规律，你拦不住也改不了。生活中的挫折、失望、意外，就像下雨刮风，都是正常现象，没必要为此纠结内耗。比如工作中遇到挫折，别总想着我怎么这么没用，不如想想这件事能让我学到什么。感情中遇到背叛，别纠结他为什么不爱我了，不如告诉自己不属于我的，强求也没用。接纳无常，顺其自然，你的心态自然就稳了。觉得这个方法有用的，评论区扣个2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赶紧点击订阅，后面还有更干货的内容。第3个大招，无生也有涯，而知也无涯，别为无限的欲望消耗有限的生命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人的生命是有限的，但欲望和追求是无限的，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无限的欲望，最后只会把自己累死。现在的人之所以内耗，就是因为欲望太多了。想要更高的工资，想要更好的房子，想要别人的认可，想要完美的人生，欲望就像一个无底洞，永远填不满，越追逐越焦虑，越焦虑越内耗。庄子一辈子过得特别清贫，住在简陋的房子里，靠编草鞋为生，别人都觉得他过得惨，可他却每天开开心心，逍遥自在。因为他懂得知足常乐，不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，只专注于自己内心的丰盈。就像庄子笔下的鹪鹩，只需要一根树枝就能筑巢，过得自由自在；鼹鼠只需要喝饱一肚子水就心满意足。而我们呢？有了房子想换更大的，有了车子想换更好的，永远不知足，永远在焦虑。所以啊，别再为无限的欲望内耗了，静下心来想想，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是堆满房间的奢侈品，还是家人的陪伴？是别人羡慕的眼光，还是自己内心的平静？当你学会放下不必要的欲望，知足常乐，就会发现精神内耗自然就消失了。家人们，精神内耗的本质就是自己和自己较劲，而庄子的智慧就是教我们放过自己。接下来我再给你们3个立刻能用的反内耗小技巧，赶紧记下来。第1个技巧，断舍离，清理心里的垃圾。就像打扫房间一样，把心里的焦虑、纠结、执念、负面情绪全部清理掉。每天花10分钟，想想哪些事情是没必要纠结的，哪些人是没必要在乎的，哪些欲望是没必要追求的，然后告诉自己放下。比如以前的不愉快，别再反复回忆了，删掉那些让你 emo 的聊天记录，屏蔽那些让你焦虑的人。未来的不确定，别再过度担忧了，与其胡思乱想，不如脚踏实地做好当下。别人的评价别再放在心上了，你不是人民币，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。第2个技巧，活在当下，专注眼前的快乐。庄子说，人生如寄，光阴似箭，与其纠结过去，担忧未来，不如珍惜当下的每一刻。吃饭的时候好好吃饭，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，和朋友聊天的时候好好聊天，别一边吃饭一边刷手机，一边工作一边想别的事。比如周末的时候，别宅在家里刷短视频焦虑，不如出去散散步，看看风景。陪家人的时候，别抱着手机不放，不如好好聊聊天，听听他们的想法。做喜欢的事情的时候，别想着这件事有没有用，不如全身心投入，享受过程的快乐。活在当下，专注眼前，你会发现生活其实很美好。第3个技巧，自我接纳，允许自己不完美。很多人内耗，就是因为不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总觉得自己不够好，总想着和别人攀比。可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完美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。就像庄子说的，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性，就像鸟会飞，鱼儿会游，兔子会跑。你没必要逼着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。接纳自己的缺点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自己的平凡，你会发现你比自己想象中更优秀。比如你性格内向，别总想着我要是外向一点就好了。内向的人更善于思考，更专注于自己的内心。你工作能力一般，别纠结我怎么这么没用，你可能更擅长照顾家人，更懂得珍惜生活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闪光点，不必和别人攀比，做自己就好。家人们，精神内耗就像一剂慢性毒药，慢慢消耗你的精力、快乐和热情。而庄子的智慧就是治愈精神内耗的解药。当你学会物物而不物于物，不被外物绑架，学会顺其自然，接纳无常，学会知足常乐，放下欲望，学会放过自己，接纳不完美，你就会发现情绪内核自然就稳定了，精神内耗也会离你远去。现在我想问大家，你有没有过严重的精神内耗？最后是怎么挺过来的？或者你有什么反内耗的小妙招？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故事，咱们一起交流学习。觉得这条视频对你有启发的，赶紧点赞、收藏、分享给身边正在内耗的朋友，让更多人摆脱精神内耗的折磨。最后再提醒一句，关注我，下期视频我会给大家分享庄子的齐物论，教你如何看透事物的本质，彻底摆脱焦虑和内耗，真正做到逍遥自在。所以千万别错过，赶紧点击订阅，咱们下期再见。